厨，盛典这么大的舞台，我一个传菜员都能去。沈玉干了这么多年，让他去一次长长见识吧。见识？见识什么？看别人怎么做菜，还是看看自己离灶台有多远？沈宇的基本功很扎实，他缺的只是一个机会。机会？一个打夯的，给他机会又能怎样？他能替我去比赛，还是能替石卫轩拿奖？苏念，你这么替他说话，要不你也留下陪他？江厨说的是事实，我本来就是打和的，留下我一个就够了。懂事，那就继续打你的和吧。好了，出发。沈宇，做文思豆腐，刀下去，豆腐不能碎，不能歪，不能粘刀，横36刀，开始。豆腐变碎了，重来。爸，我手酸。手酸，国宴灶台前一站3小时，你手酸，菜就废了。我不想当厨师，我想出去玩。沈家的孩子，没有不行。再来。这不就切成了？记住这个手感。马经理，参加盛典的人已经出发了。沈玉，盛典搬运组有人摔了，缺人手，后厨就剩你一个，你去，后门有车。知道了。小唐，沈玉怎么来了？姐，搬运组有人摔伤了，活械太重，人手不够，餐厅临时调他过来帮忙，他搬完就走。沈宇，不管你耍什么手段进来的，搬完立刻滚。知道。如果有人问你是谁，我是搬货的。记清楚，你一辈子都是搬货的。不用威胁，我没兴趣做菜。最好。江金煞今天做哪3道？听说是葱烧海参、文思豆腐、蟹粉狮子头，大夏国宴级别的。他真敢报啊！这3道不是沈卓元的招牌吗？人家天才厨女做什么不行？我翻了他以前的视频，2年前还做番茄炒蛋呢，才签约半年就成大夏国宴级了，合理吗？不合理你还看？人家就是天才，你酸什么？不是酸，我学厨6年，一道菜从研发到稳定至少3个月，半年12道，除非有人替他写配方。怎么可能？替写配方可是严重违规。别吵了，盛典要开始了。盛典直播现在开始，有请石卫轩招牌江妮娜。小火太慢，大火爆香更快。葱油糊了，你看看，葱段全黑了，烟都呛到评委席了。葱油是这道菜的灵魂，你的葱油糊了。我重来，火候没控好，换油就行。葱段焦了，糊味已经渗透进油里，换油救不回来。这是基本功，你连这个都不知道。葱油需要小火煎10秒，你直接大火爆炒，说明你以前从未亲手做过这道菜。天才连葱油都不会做。文思豆腐横36刀，直72刀，108刀淮扬刀工，3刀就废了。赵老，我紧张，手抖。手抖？半年12道顶级菜的天才手会抖？赵老，意思是他的菜不是自己做的，假厨娘。葱油糊了，豆腐碎了，活蟹剁成渣，3道菜全毁。赵老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状态不好，我真的会做。你不用再演了，葱烧海参、文思豆腐、蟹粉狮子头这3道菜
30年前，我亲眼看着我师兄沈仲渊用他们拿下大夏国宴资格。今天我赵鹤亭坐在这里，看一个人用我师兄的菜来骗我。赵老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听不懂？那我说明白，你不是做这3道菜的人。根据圣殿章程第7条，以他人作品冒名参赛者，评审组有权撤销其机构的全部荣誉资质。我代表评审组宣布，收回石卫轩内沈仲渊先生获得的国宴牌匾。沈仲渊的牌匾，那不是30年前的大夏国宴第1人吗？收牌匾，这也太狠了！沈仲渊死后，石卫轩好歹还有个牌匾，这牌匾没了，石卫轩肯定要破产。前车有故障，快闪开，往外套！儿子，伤到没有？爸，别怕，爸在。你恨爸爸，从小逼你练刀功，别的小孩在玩，你在背配方；别的小孩过年，你在灶台边站着。爸不是要你吃苦，爸只是怕沈家3代人的菜在我这儿断了。但如果做菜让你这么苦，那就不做。爸，这个牌匾，我不能让他们收走。等等！你上来干什么？下去！如果我能做出这3道菜，牌匾能不能留下？这谁？他说他能做国宴菜，他就是个打荷的，连灶台都没摸过。你叫什么？沈宇。打荷的会做菜，不会和江妮娜一样翻车吧？就是，你见过打荷的上台做菜吗？他要拆蟹，江妮娜刚才拆了快1分钟还碎了。这个打荷的用了几秒？谁计时了？我记了，40秒，整整40秒，蟹壳上一点肉都没剩。假的吧？40秒？是真的，我看到了，壳上一丝肉都没留。用108刀切豆腐，豆腐放到水里像头发丝一样，这人到底是谁？横36直72，淮阳369，沈家独传108刀。会切豆腐就叫会做菜，配方是我的，我研发的，他不过替我切了块豆腐。江女士，你会做菜，你的手连蟹壳都拆不好。我只是今天紧张。江女士，紧张不会让葱油糊锅，不会让蟹肉成渣，更不会让刀工从熟手变成今天这样。申宇，我能尝一口吗？请。八角去腥，桂皮提鲜，丁香走底香，这3味比例是仲元兄的独门方子。沈仲渊，大夏国宴第1人沈仲渊。这个打横的是谁？竟然会沈仲渊的独门方子！赵老，你一定是尝错了，他一个打横的不可能。江妮娜，你连这3味香料是什么都不知道，对吧？这3味香料的配比，沈仲渊从不写进菜谱，他只在灶台边手把手教。能做出这个味道的人，一定在他身边学过。仲元兄，这是你儿子。108刀是沈家独传刀法，这3味香料的配比也是他的独门秘诀，单凭看是看不出比例的。这个在石卫轩打荷的年轻人，就是沈仲渊的儿子。沈仲渊，大夏国宴传奇沈仲渊的儿子。沈仲渊的儿子怎么会只是个打荷的？赵老，既然我做出了这3道菜，我爸的牌匾可以留下了吗？按照章程，
你做出了菜，收回牌匾的决定就可以暂时搁置，但你必须在1周内证明配方是属于石卫轩而非江妮娜的。没问题。沈宇，现在我问你，今天这3道菜是你父亲教的吗？是。那12道菜的配方？赵老师说的对，沈宇确实是沈仲渊的儿子，但12道菜的配方每一道都是我的心血。沈宇是给过建议，可建议跟配方是两码事儿。沈宇，你扪心自问，这些菜是你写的吗？你在石卫轩连灶台都没碰过。你做过几年主厨？你有厨师证吗？12道菜哪一道是你独立完成的？沈宇不能回答你们的问题，因为他确实没做过主厨。江妮娜今天已经当众同意，但她还会狡辩。我需要一个更彻底的时机，让她无法抵赖。申宇，明天上午9点，星光集团餐饮事业部办公室聊聊你爸的牌匾。你是谁？星辉集团餐饮事业部负责人陈静瑶。剩下的，你明天会知道。国宴牌匾收回，正式通知。沈宇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星辉集团餐饮事业部负责人。不止，我跟你父亲沈仲渊是死对头。30年前大夏国宴评审，你父亲当众指出我的菜用了违禁添加剂，我被禁赛5年，整整5年，连灶台都不能碰。后来我转做餐饮管理，一步一步爬到这个位置。他死后，我以为我再也报不了这个，没想到啊，还是让我等到了今天。牌匾不能收回。陈总，根据赛事章程，江妮娜虽然存在厨艺造假的嫌疑，但她是代表石卫轩参赛的。既然石卫轩有人完成了比赛，牌匾不一定非要收回。赵老，石卫轩交出一个假厨娘，凭什么还挂着国宴牌匾？可沈宇上台，3道菜全做出来了，石卫轩完成了比赛。沈宇，牌匾可以保留，但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要证明石卫轩有人担得起这块国宴牌匾，否则牌匾必须收回。陈总，章程里没有这一条。星辉宇集团作为赛事承办方，有权对特殊情况做补充裁定。陈总，我要怎么证明？沈宇，今年的大夏国宴资格赛，你如果能赢，就证明石卫轩配得上这块牌匾。好，别急着答应。如果资格赛你输了，牌匾我亲手收回。沈仲渊让我禁赛5年，他儿子要是折在资格赛上，那就更有意思了。陈总，你不会如愿的。沈玉，打你电话也不接。老张说打盒的时候经常看到你待在后厨，你果然在这儿。手机没电了。你上热搜了，沈玉假太子真打盒是热搜第3，阅读量4亿3千万。知道了。还有江妮娜，她刚刚发帖说要公开12道菜的研发手稿。沈玉，为了你爸，你必须做点什么了。苏念，你上次帮我说话，差点被江妮亚踢出她的参赛团队，现在怎么又站在我这边了？我不是站在你这边，而是不想沈仲元先生的东西被人糟蹋。毕竟我当初来这里做传菜员，就是因为仰慕沈先生的厨艺。苏念，我和星辉集团餐饮事业部负责人谈好了，今年的国宴资格赛上，我会证明石卫轩有人担得起这个牌匾。在这之前，我也会证明江妮娜拿的是我爸的配方。所以，你打算？重新做菜。好，从明天开始，我帮你备菜。沈宇，你该不会是做了一夜吧？先试试手。我给你备菜，你先休息一下。苏念，帮我架一下手机。你要干什么？开直播，反击。今天做我爸手把手教的第1道菜，他教了我10年，我今天做给你们看。假太
太子还敢开播，蹭热度没完了是吧？等等，这个手法不对劲。这番勺在江妮娜直播里没见过。江妮娜专访的时候不是说沈宇从来不做菜吗？这葱油火候绝对是专业的。这是我爸沈中原教的，我在他灶台边站了10年，也学了10年菜。这技术，谁敢说他是假太子，我跟谁急！直播观看人数超过400万。沈宇，这下好了，直播间400万人都知道你从小就在做菜了。苏念，几天前我还只是想守着店，可那些人不会这么轻易就放弃抢配方和牌匾的。要想像以前一样守着店，你就必须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才是那个天才。我会的。沈宇怎么可能会做菜？他在石卫轩连灶台都没摸过。姐，沈玉这次是真打算撕破脸了，现在怎么办？是沈玉自己把配方给我的，凭什么现在又来抢？姐，要联系公关部压下来吗？不用。小唐，你记不记得那12道菜的版权合同是谁跟我签的？星辉传媒，贺总亲自签的。白纸黑字，星辉持股51%，我持股49%。所有网络内容、商业代言、品牌联名、衍生品总估值8000万。背靠大树好乘凉。我要沈玉不仅被星辉集团针对，还要让他成为贺景川的眼中钉。我们就等着看好戏吧。我明白了，姐。石卫轩这么多年没变过。沈宇，你爸当年就是在这张桌子后面拒绝了星辉。你是谁？星辉传媒，贺景川。没关系，沈家的人都不爱握手。我来是为了告诉你，江妮娜的12道菜品版权，星辉只有51%。现在江妮娜12道配方的总估值8000万，关我什么事儿？关你什么事儿？沈宇，你在直播里说配方是你爸教的，江妮娜拿到的也是你爸的配方。如果我们起诉你，这8000万你得赔。江妮娜签的？是啊，签的时候他手都在抖，但他还是签了。因为他真的觉得那些菜是他的。沈宇，我建议你从今天开始不要直播，不要接受采访，毕竟你的嘴值8000万，否则我会让石卫轩破产。沈宇，8000万，这怎么斗？我们不和他斗。那我们怎么办？继续做菜。好。沈老板。消防检查，你们后厨消防通道堆满杂物，灭火器也过期半年了。你找错人了吧，物业经理？消防通道我们每天都清理，灭火器上个月才年检过。我说过期就过期。另外，应急灯不亮，安全出口标识缺失。按消防安全管理条例，从今天起停业整顿。你们物业上个月检查的时候明明是合格的，现在突然说这么多问题。沈宇，消防检查是动态的。发现问题就得整改。是贺景川让你们来的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我们依法检查，请你配合。沈宇，这明显就是贺景川搞的鬼，什么消防通道、灭火器，全是借口。先让大家看看整改清单吧。既然要停业，我们就趁这个机会把后厨彻底翻新一遍。我上有老下有小，还只是个打盒的，不能跟资本斗。老张，你在这干了15年，怎么说走就走了？15年不值8000万，苏念，你也走吧。你一个小姑娘，别把自己搭进去。我不走。沈宇，我在石卫轩4年，虽然没见过沈中原先生的实力，但只要你在，我就不会一个人走。我就想看看沈家菜到底什么样。苏念，明天我一个人做。还有我不端盘子，谁端盘子？赵老，沈宇，
大夏国宴资格赛定在了3个月后，全国60家餐厅争夺3个名额，只要你进入前3，石伟轩就保住了。贺景川的围剿也会不攻自破。我报名。沈宇，报名大夏国宴资格赛的前提是石伟轩连续5年正常营业。那石伟轩重新开业后还能报吗？不能，除非有国宴评审组成员为你担保。我可以为你担保，但只有我还不够。我知道了，赵老。我会争取其他评委的。不，你的当务之急是石卫轩重新开业。苏念，我爸的积蓄还有47万，除去后厨翻新的部分，我们要撑到资格赛。沈宇，这是你爸留给你的，不是留给石卫轩的。苏念，你去哪儿？我去找消防卫保公司，你爸的店不能就这么关门。消防通道已清理完毕，灭火器全部更换，应急灯检修完成。这是检测报告。谢谢师傅。现在可以联系物业复检了吗？可以联系复检了。喂，物业经理。消防通道合格，灭火器年检通过，应急灯正常，整改完成，可以重新营业了。苏念，这2天辛苦你了，从消防维保到物业复检，都是你一个人在跑。别这么看着我呀，店能重新开业，比什么都强。老张，你不是走了吗？沈宇，我回来是为了看沈家菜重新出现在大夏国宴上。你爸教了你10年，我看一眼值了。老张，你放心，我会赢的，石卫轩也会保住的。今天我们石卫轩重新开业，虽然只有葱烧海参、文思豆腐、蟹粉狮子头3道菜，我也要把招牌擦到反光。沈宇，食材已经按你爸菜谱上写的备好了。沈玉，你怎么这么看着我和老张？没什么，谢谢。有客人来了，欢迎光临。沈中原儿子接手的店就是这家吧？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网上说他们家菜不新鲜，会不会沈中原儿子真的是个只会打荷的草包？我们来都来了，点几道试试，不行就走。2位用餐吗？你们就3道菜，真能做出来？是，就3道，但每道都是我们主厨亲手做的。3道全上，我倒要看看沈中原儿子接手的店到底怎么样。2位顾客，你们的菜上齐了，祝你们用餐愉快。这豆腐比我在淮扬菜馆吃的还好，入口就化了。服务员，你们这店我下次还来，带全公司来。请。沈宇，这位是周艳秋，大夏国宴评审组成员。哑巴判官。周老，沈宇，你的3道菜都做一遍吧，我打算尝过之后为石卫轩写一篇时评。好。老张，你刚才为什么说周老是哑巴判官？哑巴判官是周艳秋的外号，因为他的评价从不当场说，全靠发视频。他出门的时候要是笑着，咱们餐厅明天的客流量就爆满；要是皱着眉，门口连只苍蝇都不会有。就像判官一指定生死。那我们今天要打起12分的精神了。周老，这是沈玉做的菜，您尝尝看。
沈宇，30年前我吃过你父亲的豆腐，而你的比他的多了一味，这味叫想念。以后后厨要早上3点起来备菜，等我的视频一发，你们就有的忙了。这家店不是爆出了消防问题吗？怎么突然这么多人排队？昨晚周老发了一篇评论，叫石味轩30年后的那道菜。我从城北开了2个小时的车，就为这碗豆腐。周老10年没写时评了，他写的店死也要吃一次。服务员，你们这菜是馊的，给我把主厨叫出来。先生，我们的菜都是现做的，不可能馊。您别急，我看看。你自己过来闻，汤都浑了，菜叶发黄，还一股酸味儿，这就是你们石味轩的招牌菜。先生，我是主厨沈宇，您说这菜有问题。先生，这盘菜不是石味轩做的。你说什么？你凭什么说不是你们做的？第一，石味轩的菜叶是10字刀工处理，你这盘是大刀剁的，刀口粗糙。第二，石味轩的汤是6小时吊的高汤，汤色清如水，这碗明显加了老抽上色。第三，我们的菜从出锅到上桌不超过3分钟，你这盘已经凉透了。先生，是你自己走，还是我调后厨监控出来，让大家看看这盘菜你是从哪儿端来的？你等着，何总不会放过。刚才那人是来捣乱的吧？连刀工都看不出，还敢来碰瓷？你没听到他说漏了贺总？这摆明了是有人在背后搞鬼。沈宇，江妮娜在开发布会。沈宇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今天能来1个，明天就能来10个。老张、苏念，既然他们要玩阴的，我们就在明面上反击。苏念，老张，我们走，去江妮娜的发布会。感谢各位媒体朋友、各位粉丝来到我的品牌代言发布会，这是我努力3年的成果，每一道菜都是我的心血。那不是沈宇吗？他怎么来了？今天可是江妮娜的主场。沈宇，你今天怎么有空过来？是来恭喜我的吗？江妮娜，你说12道菜是你一道一道试出来的，那我问你，第6道的酱汁里为什么放了陈皮？陈皮是我自己调试时发现的配方，跟你沈玉没关系。那你说陈皮的比例是多少？几克陈皮配几克酱汁儿？说不出来，因为配方上根本没写陈皮，那是我爸的独门口诀，他只对我一个人说过。你从哪里听来的？我可能是碰巧。那葱油10秒呢？108刀呢？12道菜的12个独门细节，你全是凑巧。各位记者，各位观众，美食盛典那天后，我对比了江妮娜的12道菜，每一步每一个火候跟我爸的菜谱一字不差，一模一样。天哪，真的是抄的！发布会现场被打脸，这也太精彩了！快拍，发到网上去！沈宇，你非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毁了我才甘心吗？我没想毁你，是你的贪心毁了你自己。沈宇，你为什么选在今天公开？是故意要让江妮娜难堪吗？撒谎的人就要有时刻被人揭穿的觉悟。姐，发布会现场的视频爆了，粉丝掉了快300万，热搜第3，江妮娜抄袭；热搜第1，沈宇天才出神。姐，刚才有3家品牌方同时打来电话，说要暂停合作。江小姐，鉴于您目前的口碑危机，我方品牌决定即日起终止与您的代言合作，解约行已发送至您的邮箱。江小姐，好自为之。姐，又来了3家，现在7家品牌全部解约了。我积累这么久才有了现在的一切，沈玉1个晚上就全给我掀了。小唐，立刻用我小号发帖，
我们要发什么？就发有些人，该有人教他做人了。发出去就删除，只让粉丝看到。快去！我江妮娜不好过，谁都别想好过。就是这儿，石卫轩后厨，一个连灶台都没上过的大河仔，居然敢让江厨不痛快。今晚我们把这儿给砸了，给江厨出气。动作快点，我泼油漆，你撕菜谱。这老菜谱撕了，看他拿什么跟江厨斗。沈宇，后厨被人砸了！这些人怎么能撕你爸的东西？那是你爸留给你的，他们凭什么？苏念，帮我捡，一片都不能少。沈宇，一片都没少。你看，你爸写的字还在。对，字还在。我查监控，现在就查，红旗还没干，人肯定没跑远。申宇，他们作案时间是凌晨3点15，两个人砸窗泼漆撕东西。申宇，看到没有？这个人的手腕上有个手环，上面有字。倪史记。这是江妮娜粉丝后援会的定制手环，她直播间前排粉丝人手一个。苏年，你确定？我确定。半年前江妮娜在直播间抽奖送过一批，每一只都有这3个字。申宇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他们撕的是我爸的菜谱，这事儿没完。申宇，查一下江妮娜的账号吧，这件事儿说不定和江妮娜本人有关。好。这次新账旧账一起算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的新菜品——秘制杏仁豆腐。顺便说一下，某些人现在的处境完全是咎由自取哦。妮娜说的是石卫轩吧？我昨天去他们店帮了一下忙。你们不要乱说哦，我可什么都没做。姐妹们快去微博，妮娜的小跟班那个号的 AP 地址和江妮娜工作室一样。截图了，截图了！他用小号发帖煽动粉丝，去石卫轩闹事的聊天记录全发出来了，证据链完整。快举报，快举报！账号江妮娜官方频道因违反社区公约永久封禁。完了，这下全完了。喂，陈总。贺总，我听说江妮娜被封杀了，这下是真保不住她了吧？一个网红而已，我能捧红她，自然也能重新捧红另一个人。那贺总是要放过沈玉了，他可是把你们8000万的大盘给打穿了。说重点。你想怎么处理沈玉？陈总，听说你是今年大夏国宴资格赛的评委。然后呢，贺总？我要沈玉被淘汰，不管他用什么食材，不管他做出什么花样。巧了，在我这里，沈仲渊的人永远只有1分。不是1分，是让他连参赛资格都拿不稳。沈宇，菜谱粘好了，还能看。沈宇，国宴资格赛的评委名单出来了，一共5个人，其中1人是陈静阳，你知道他是谁吧？知道。星辉集团餐饮事业部负责人，和我爸有仇。陈静瑶很久没参与评审了，这次进评审组，明摆着就是要压你的分。沈宇，你要用另外4票的满分才能晋级。那就让他们4个挑不出毛病。老张，你说的对。赵老，我爸交给我的菜还有7道没做过。哪7道？开水白菜、3套鸭、拆烩鲢鱼头、灌汤黄鱼、佛跳墙、清汤官燕、
和大主官司。这7道的话足够了。爸，你说开水白菜的魂在汤，汤清如水，味道要浓如海，那就扫汤6遍。白菜去筋，48道，深浅如一。48道，一刀不差。爸，3套鸭你教过我3遍，你还说拆会鲢鱼头，记住数量，就记住了每一根的位置。爸，第4道灌汤黄鱼，你做过一次给我妈吃。申宇，已经练了1周了，休息一下吧。这些菜我都学过，但我太久没做过了，必须重新恢复手感。下一道是佛跳墙。第6道是清汤官燕。申宇，这道菜做了3遍了，还不够，燕窝口感不行。明明我的步骤都对，到底哪里有问题？当年我爸放入燕窝后，就将火开到了小火，然后是……我明白了，是大火转小火3次，每次7秒。申宇，这次不倒掉是成了。终于成了。石卫轩的黄牛票炒到500了，值不值？当然值。周老连续来了5天了，今天再来就是第6天了。周老师，今天吃点什么？开水白菜就1道。好，周老您先坐。小苏，周老喝得一滴不剩。这6天，周老把3套鸭、拆烩鲢鱼头、灌汤黄鱼、佛跳墙、清汤官燕、开水白菜尝了个遍。这是在考验沈宇吗？可能是他每天都是这个点儿来，吃完就走，也看不出是什么态度。但连着6天都来，应该不会不满意吧？老张，我猜周老明天还来，而且会点大煮干丝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沈宇说的最后一道菜了。沈宇，今天我要点最后一道大煮干丝。周老，今天已经为您提前准备好了。周老，为了这道菜，沈瑜切了500根干丝，根根细如发，鸡汤吊了整整8个小时，汤色奶白。是吗？那我可要好好尝尝了。沈宇，你爸当年做这7道菜，我吃过其中3道，味道和你做的一模一样。如果你不能参加大夏国影资格赛，实在是很可惜。周老，只要能报名，我一定会参加大夏国印资格赛。有这样的觉悟就好。沈宇，鹤景川向资格赛组委会发函，指认石卫轩曾经因消防问题停业整顿。赵老，组委会怎么说？组委会同意陈静瑶在评审组内部进行投票，投票结果是3比2，你的报名资格进入冻结审查。冻结多久？没有期限，可能到资格赛结束。沈玉，外面来了好多记者，还都不肯离开。那就正面回应，我们是不会认可不公平投票。沈宇，可以采访一下吗？沈宇，石卫轩是否真的曾存在安全隐患？石卫轩和星威传媒有什么渊源吗？为什么设计鹤景洲会实名指认？哎，那是赵老和周老吗？赵老和周老来了。周老、赵老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沈宇，
国宴评审组成员周艳秋实名为你担保，我认可你具备报名参赛的资格，并承担一切连带责任。我赵鹤廷同样实名担保。周老，我的报名资格不是已经投票决定了吗？陈宇，我吃过你父亲的3道菜，也吃了你的7道菜，担保你不是出于人情，是认可你的实力。沈宇，有我们2人担保，你就放心准备参赛吧。2位国宴评审同时担保，大夏菜艺史上第1次。沈宇，你已经练了8个小时了。赵老说初赛题目是现场公布的，你练这么多方向，万一考到的不是寇三思呢？不管考什么，基本功是一样的，刀、火、位，这3个字是我爸教我的，只要这3个字站稳了，什么题都能接。沈宇，赵老来了。沈宇，这是国宴资格赛的正式通知，3天后初赛将在星辉集团大赛厅举行，全国60家餐厅争夺3个名额。我知道了，评审组都有谁？除了我们3个人，还有资深美食评论家孟晚清和国宴前总厨冯德海。陈静瑶是评审组副组长，可能会在规则上做文章。赵老，不管他做什么文章，我都会赢。好，我在评审席等你。本届大夏国宴资格赛初赛正式开始，初赛题目是基本功综合考核、松鼠桂鱼、调味考核、盲品还原、刀工考核、寇三思。寇三思，火腿、鸡脯、冬笋切细丝，细可穿针，怎么初赛就考这个？听说是陈总亲自出的题，摆着是针对沈宇。寇三思是淮扬菜的基本功，沈宇他爸就是淮扬菜出身。今天的3项考核是刀工、火候、调味，都是国宴厨师的基本功。我希望某些靠关系进来的选手能拿出真本事。各位选手请就位。第1项考核，寇三思。孟老师，你看那寇三思，3种食材粗细完全一致，扣碗翻斩纹丝不乱，是教科书级别的刀工。我见过无数厨师做寇三思，没见过这么均匀的刀法。第2项，松鼠桂鱼。这个火候至少10年功底，油温1分不差，鱼肉外酥里嫩，是教科书级别的火功。沈宇选手的分数现在公布：孟晚清100分，冯德海100分，赵鹤廷100分，周艳秋100分，陈静瑶60分。4个满分，1个60，这差距也太离谱了吧！陈总明显公报私仇，沈宇可是4个满分。初赛结束，第1名是锦绣楼林雨安，总分492分；第2名是石卫轩沈宇，总分460分。只要能晋级，第2名够了。沈月，今天算你运气好，复赛不会这么简单。陈总，我从不怕难，只怕不公平。沈宇，复赛在1周后，投票记录会被公示，让所有人看看谁在公正评审，谁在公报私仇。赵老，下一轮我不会给他压分的机会。沈宇，舆论反转了，评文打分记录被曝光，4个满分，1个60，底下评论全在骂陈静瑶。沈宇，这下好了，陈静瑶的公信力全完了。老张，他的公信力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复赛。陈静瑶今天能压我40分，复赛只会更狠。可他在初赛就敢压你40分，以后恐怕更过分。他敢压分，说明他对我的弱点了如指掌。初赛考了刀工和火候，复赛一定会围绕我没十足把握的盲品做文章。可你练盲品才几个月？够了，我爸留下的菜谱有一整张盲品变味法，给我时间就能练出来。如果他不给你时间呢？陈静瑶是评审组副组长，他完全可以提前举行复赛。苏念说的对，规则在他手里，那就更要抓紧。从现在起每晚加练2小时。苏念准备调料，老张给我备菜。石卫轩的灶台12点以前不熄火。我陪你，你做多少我尝多少。林雨安，你知道我为什么签你吗？因为我的舌头。贺总，我从14岁开始训练盲品，全国能跟我比的不超过3个。林雨安，上一场你赢了沈宇，如果接下来你打败沈玉，你就是星辉的新招牌。最好的合同、代言、资源，全部是你的。如果我输了呢？你不会输，因为复赛的题目是我出的。
请选手蒙眼开盖品鉴。八角、桂皮、丁香、陈皮，一共15味。等等，还有1位不是炖煮师加入的。沈鱼和林雨安答出的16味调料全部正确，但沈鱼在备注栏写了第16味山楂粉，而且说明了山楂粉不在原始配方中，是后加的。沈宇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在质疑考题有问题？我不质疑考题，我只陈述事实。这碗汤里的山楂粉的酸味浮在汤的表层，第一口最明显，后续喝就淡了。这说明它不是在炖煮过程中加入的。陈总，是你私自改了考题，这只是测试选手的临场反应。陈总，测试选手临场反应应提前告知评审组，您私自改动考题是违规，本次警告，再犯将提交组委会处理。复议。贺景川，你的棋子又废了一颗，但下一颗我已经看到了。复赛结束，晋级半决赛的选手是林雨安、沈宇等人。沈宇，半决赛在5天后，题目是创意菜。赵老，创意菜的评判标准是什么？创意、味道、呈现3项各占1/3。这道菜不只要代表你的技术，还有你的故事。赵老，我想做一道菜，菜名是忆江南。忆江南，我爸教我的7道菜涵盖了鲁菜、淮扬菜、苏菜、粤菜、闽菜。他把大夏走遍了，学会了每道菜的精髓。现在我想用它们做一道新菜，不是拼凑，是融合。沈宇，你爸如果知道一定会高兴，但这道菜的难度很大。我知道，7种味道在同一道菜里，像一首曲子的7个音符，不是同时响，而是一个接一个。沈宇，我听说你要把7道菜的食材做成一道菜，这怎么可能？7种味道怎么融？老张，不是融，是串联。一道菜里7种味道，一个接一个。底层是开水白菜的汤，中层是3套鸭的鸭肉卷蟹粉狮子头的蟹黄，上层是灌汤黄鱼的汤冻，顶层是清汤官燕，再用佛跳墙的28味浓缩酱汁浇顶。6层结构，沈宇，这比我见过的任何菜都复杂，所以我需要你们帮我。老张打和，苏念尝菜。沈宇，你做多少，我尝多少。节奏不对，6个灶头不能同时管，要有个顺序。凌晨2点了，你还不回去？苏念，6层结构里每一层都需要不同的火候，底层汤要慢炖6小时，中层鸭肉卷蟹黄要蒸8分钟，上层汤冻要冷藏定型。我必须找到最精确的时间差。沈玉，你是在跟时间赛跑？不是赛跑，是编排。就像交响乐，每种乐器都有自己的入场时间。我现在要做的是写出这首曲子的总谱。我爸说，好的厨子不是手快，是心定。你心定了，手自然就快了。沈宇，你一晚上没睡。老张，成了，时间表排出来了。底层汤凌晨12点开火，熬到早上6点。中层鸭肉卷蟹黄在出菜前2小时蒸，上层汤冻提前1天做好冷藏，出菜时最后浇酱汁。沈宇，你爸要是看到这个，他会哭的。老张，他不会哭，他会说还差1勺盐。沈宇，外面有人说陈静瑶又在搞小动作。他在星辉集团的群里放话，说你的忆江南只是把7道菜拼在一起，根本不是创意菜。他又在抹黑。老张，让他说，他说的越多，到时候打脸越响。沈宇，你现在像一个人。像谁？像你爸。半决赛题目是需在3小时内创作一道全新菜品。菜品不得与选手此前参赛作品重复。计时开始。忆江南，名字倒取得好听，不知道是创意菜还是拼凑菜。陈总，菜还没做出来，先别急着下结论。老周，你看他的灶台，6个锅没有一个乱了节奏，这不是天赋，这是肌肉记忆。这道菜的呈现是我今年见过最美的。开水白菜里八角、桂皮、丁香的比例是沈仲渊的独门比例，
第2层是鸭肉卷蟹黄，3套鸭的剔骨做到了皮不破、肉不碎。蟹黄用的是活蟹现拆，鲜甜无腥味。佛跳墙的28味，神语浓缩到了最后浇上去的酱汁里。这道菜你做了多久？练了5天，构思10年。半决赛结果公布，第1名石卫轩神宇，总分是490分。陈静瑶终于低头了，90分也是高分啊！90分，陈静瑶居然给了我90分，这意味着她承认了这道菜。但决赛，贺景川和陈静瑶不会这么容易让我过关。陈总，3轮比赛神宇都是高分晋级，你告诉我，你还有几张牌？贺总，还有最后一张。决赛评委组新增1位评委，顾长廷。顾长廷，这人是谁？30年前，沈仲渊在国宴评审上击败的最后一个人。顾长廷的菜输给了沈仲渊，此后顾长廷隐退30年，不再参加任何公开评审。那他为什么答应出山？因为他的徒弟就是林雨安。林雨安退赛，我把这件事告诉顾长廷，30年不愿出山的他答应。顾长廷的水平能压制另外4个评委。顾长廷是30年来唯一在技术上能跟沈仲渊五五开的人，而且他对沈仲渊的执念比对任何人的都深。那我就等着看神宇怎么过顾长廷这一关。神宇，决赛评委组新增了1位评委，名叫顾长廷，你爸30年前最后击败的对手。赵老，顾长廷是什么样的人？技术和你爸不相上下，但他的弱点是他做菜只追求完美，每一刀、每一秒、每一刻都必须精准无误。赵老，那他会不会故意给神宇低分？对顾长廷来说，完美只有一个标准，就是他自己的标准。神宇的菜再好，只要跟他的理念不一样，在他眼里就是不及格。赵老，那我就不做他眼里的完美。顾长廷追求形式完美，那我就做一道有温度的菜。神宇，凌晨3点了，你今天试了6道菜，全部满意？全都不对。苏念，我想做的是一道让顾长廷说不出形式大于内容的菜，但我越想越复杂，越复杂越不对。沈玉，我爸离开后厨以后，再也没做过一道菜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怕别人说他做的菜不好吃。可我爸做过的最好吃的菜，是在他手受伤之后，用1只手做的面。那碗面盐放多了，面煮糊了，但我到现在还记得味道。沈宇，最好的菜不是技术最好的那道，是用心最多的那道。苏念，我知道我要做什么了。1碗蛋炒饭，我爸教我的第1道菜。沈宇，决赛的菜想好了？想好了，决赛的菜叫龟，是1碗蛋炒饭。决赛做蛋炒饭？沈宇，你没开玩笑吧？别的选手肯定做佛跳墙、开水白菜，你拿蛋炒饭去比？老张，蛋炒饭是最简单的菜，也是会难的。米饭要不粘不散，鸡蛋要均匀，火候要恰到好处，这叫金包银。每1粒米都要被蛋液均匀包裹，就像穿了一件金色的衣服。沈玉，不管你做蛋炒饭还是开水白菜，我都在传菜口等。对了，沈宇，今天有几个保镖在石卫轩门口徘徊了1下午。他们做了什么？什么都没做，就在门口站着，站了1个小时，然后走了。老张，和保安打声招呼，今晚多注意一下，有江妮莎粉丝的前车之鉴，我们还是小心为好。你觉得他们是想搞破坏？决赛前3天，贺景川不会让我安安静静准备，我们还是小心为上。沈玉，我觉得已经很好了，米饭粒粒分明，蛋液均匀，比起第1次已经进步太多了。还差一点，蛋炒饭不是火大就行，重要的是节奏，颠锅的节奏决定锅气的穿透力。沈宇，我出去买罐咖啡，今晚陪你练到底。好，
小心点儿，街上黑。老张，怎么这么晚打电话？沈宇，你快看我发给你的短信。陈静瑶，沈宇，你的账号被黑了，有人用你的号发因身体原因退赛。不是我，应该是陈静瑶的人，他们玩更脏的。这段视频不是今晚拍的，3个月前我们就换了调料供应商，新版标签长这样，这是老素材。他们用旧视频拼接成新的黑料。不止，评论区前3页的账号全是今天注册的。申宇，热搜榜上石味轩地沟油已经涨到本地第1。外卖平台刚才开始出现大量1星差评，石味轩评分从4.8跌到了3.2分。是不是陈静瑶？今晚8点到现在的监控画面一切正常，和那条造谣视频里的厨房完全不同。苏念，给赵老打电话，告诉他有人买水军造谣，想用舆论逼我退赛。沈宇，谁做的？没看到人，但我猜是贺景川的人。视频是3个月前的旧素材拼接，评论区水军全是今天注册的。有证据吗？有，监控时间戳、调料瓶新旧标签对比，都截了。还有那条假退赛声明。当时我手里就拿着自己的手机。沈宇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评论区可以作假，但菜的味道不能。赵老，我明天端上评论台的那碗蛋炒饭就是我的辟谣声明。好。决赛题目是传承，选手需用1道菜表达传承的主题，菜品不限菜系，计时开始。地沟油厨师也去参赛？就退赛吧，我举报了。婉清，沈宇昨晚网上的事是怎么回事？昨天深夜，网上突然爆出石味轩后厨的偷拍视频，上面打了地沟油的标签，被水军大量转发。太好看了吧，这就是锅气。可惜我吃不到，只能闻个味儿。这个锅气，这个节奏。这道蛋炒饭不是沈仲元的蛋炒饭，是沈玉自己的蛋炒饭。他的锅气节奏完全是自己的。一模一样的金包银，但沈毅的节奏和沈仲渊完全不同，比他快，比他烈。沈毅，你比你爸更有少年气，他太稳了，你有火。决赛最终结果已经出来了，第1名是石味轩沈玉，得分数为孟晚清100分，冯德海100分，赵鹤婷100分，周艳秋98分，顾长廷90分。顾长强的给了90分，他可是30年没出山的人，谁赢了？谁是冠军？沈玉，我给你90分是因为有一件事我不确定，你这道龟比的是你自己，还是在做你爸的影子？顾老，我比的是我自己，但我所有的本事都是他教的，影子不是负担，是底座。好，我在国宴培训基地等你。沈玉，你看，沈玉夺冠话题的热度已经1亿3千万了，弹幕全在刷你的名字。不止，蛋炒饭凭什么赢这个话题都冲到前3了？底下评论全在骂这个话题，说问这话的人没吃过沈宇的蛋炒饭。老张，弹幕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搞破坏的人还没找到。怎么了？贺景川发了一条朋友圈，配图是一张石味轩被砸的照片，
配的文字是：有些餐厅活该关门。贺景川，你自己送上门来了。贺总，您发那条朋友圈是在引火上身。引火上身？甄总，发朋友圈怎么？我贺景川说什么话需要你教我？顾长廷的棋子废了，你的棋子也废了。但国宴资格赛结束不代表棋盘结束，下一盘棋是培训基地。你要在培训基地动手。赵鹤廷是培训基地的总教头，但食宿和场地是星辉集团提供的。你说，到了我的地方，沈宇要怎么做菜？你果然在这儿，每次想事情就来天台。苏念，你说我爸走的时候在想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他如果看到你今天的蛋炒饭，一定会笑。他不会笑，他会说蛋炒饭要加一点酱油，增香。沈宇，你爸教了你7道菜，但归这道蛋炒饭是你自己的，那里面没有他的影子，只有你自己的火。苏念，这4年来你一直在石卫轩，你爸的餐厅不要了吗？我爸的餐厅早就关了，但没关系，石卫轩就是我的新餐厅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在这儿看到了一个人从打荷变成大厨。苏念，我会赢。培训基地、国宴中选、名厨盛典，每一关我都会赢。不是为了爸爸，是为了还能跟你一起站在这个天台。沈宇，这是国宴培训基地的通知，资格赛前3名获得入训资格。基地设在度假酒店山景楼，为期8周。教头是谁？总教头是我，但你们会跟港城联合培训，那边派来的教头是冯德海推荐的，他叫沈仲元。沈仲元，她是我姑姑。对，你爸的妹妹，30年没回大夏，这次是顾长廷出面请。赵老，他知道是我吗？知道。他说我想看看我哥的儿子像不像。沈宇，我担心的是你和港城的人合训。贺景川说了，培训基地的山景楼是他集团旗下度假村的产业，你在他的地方，他能不动手脚？他不动手脚才奇怪。老张，帮我看好石卫轩，到时候苏念跟我一起去。各位，欢迎进入国宴培训基地，你们将在这里度过8周，这8周每一天都会有人被淘汰，8周后，只有3人能拿到国宴中选入场券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沈宇。沈宇，这8周的培训，我对你不会手下留情。我也不需要。分组训练开始，第1课是刀工基础回炉，由沈仲元教头亲自授课。刀工的第1课不是切丝，是静。心不静，刀不稳。沈仲渊的刀工你们都听过，但他当年练到这个水平用了8年，每天3小时，只切萝卜。你们有8周，2周之内做不到这个的就会被淘汰。心很静。厨房被砸，赛前2天。谁搞的鬼？不知道，但我猜是贺景川的人。沈玉，这是老张寄来的。他知道培训基地买不到真正的好高汤，特意从石卫轩的老汤锅里浓缩了一锅佛跳墙的底汤。可是贺景川不是说了，培训期间不能用自制酱料，明早要例行检查。所以不能被发现。苏念，这包高汤是我爸50年劳碌的最后一锅浓缩。如果他还在，他不会允许有人用基地的廉价调料毁了他的配方。沈宇，我来藏底汤。各位学员，现在进行今早的例行检查，请把随身携带的所有食材和调料上交。培训基地统一发放食材，这是规矩。
沈玉选手，你的食材呢？我什么都没带。是吗？那正好，我们检查一下宿舍。贺总，沈宇的高汤姜包今早被一只流浪猫叼走了，这是空袋子。苏念，你给我适可而止。坐。沈宇，我30年没回大夏，但我听说过你爸的事儿。他走的时候，身边只有你吧？只有我。你知道我为什么去港城吗？不知道。30年前，他问我做的菜自己爱不爱吃。我说做菜又不是给自己吃的。后来他说我永远成不了最好的厨师。那之后我去了港城，花了30年，我终于学会了爱自己的菜。沈宇，你有你爸最珍贵的品质，那就是你知道自己为什么做菜。姑姑，我想赢，不是为了赢贺锦川，而是为了守住我爸的底。今天是火候专项训练，中式烤锅的正常温度范围是180到240度，超过240度就会油烟分离，低于180度则水分锁不住。今天的训练是盲测油温，蒙眼，用手指蘸油来判断温度，误差超过3度者淘汰。蒙眼测油温？开玩笑吧！213度，合格。下一个。197度。这2个年轻人都是怪物。沈宇，你手指起了2个泡，今天测了7次油温，你不疼吗？不疼，跟那天被全网骂比，这不叫疼。沈宇，你有没有想过贺锦川会不会在中选上再动一次手脚？想过，但他现在动不了我。5个评审里3个是我的人，贺锦川唯一能做的是在培训基地把我搞掉。沈宇，刚得到的消息，培训基地下周要进行魔鬼考核，随机抽取2道菜，1道传统菜，1道创新菜，由外部评审匿名评分。我怀疑外部评审是贺锦川安排。赵老，不管评审是谁，我都会做好我的菜。你总是这句话，但这一次的外部评审可能有江宁啊。各位选手上午好，我是这次魔鬼考核的评审江妮娜，大家应该都认识我。江妮娜，你不是被封杀了吗？为什么还能来做评委？沈宇，我是受星耀集团邀请来做评委的，不接受任何异议。好了，今天的考核是传统菜和创新菜，抽签决定你们要做哪2道菜。传统菜扣3丝，创新菜食材盲盒。沈宇，你的传统菜是扣3丝对吧？对，你的是什么？开水白菜，盲盒咱俩一样。接下来是食材盲盒，6种食材是鸡蛋、西红柿、青椒老干妈、挂面、午餐肉。这什么东西？老干妈配午餐肉，这怎么创新？那就用最简单的食材做最不简单的菜。计时。传统扣3丝考的是刀工，盲盒赛考的是脑子。夹生面西酱最狠。林雨安，
你做的干炒面火候到位，调味稳当，85分。这道面叫什么？7分钟，因为这6种食材都是普通人家7分钟能做完的面，但味道要做出7个小时的感觉。沈教头，江妮娜今天给了沈宇多少分？寇三思得分95分，7分钟得分92分，这么高？江妮娜不是贺景川的人吗？贺景川让他做评审，应该是想让他压沈宇的分。但江妮娜到底是个厨师，厨师的本能就是看到好菜压不了分。赵老，江妮娜今天问了我一句话，她说：“沈宇，你跟1年前真的不一样了。”你怎么回答？我说你还是跟1年前一样。第5周是全感官训练，你们要记住，厨师不只是用舌头尝味道，一个好的厨师只看颜色就能知火候，闻香气辨调味，听油声判温度，摸食材感质地。所以今天训练的内容是五感皆盲。你们现在看不见、听不见，就用你们剩下的感官判断这一道菜用了哪5种调料。这个香气，八角、桂皮、丁香，开水白菜的底汤，但我爸的底汤多了一味。八角、桂皮、丁香、白芷、砂仁，还有一味是草果。沈宇，你的鼻子竟然丝毫不差。沈宇，你知道大夏国宴资格赛上我为什么退赛吗？不是因为顾长亭，当然不是。沈宇，我从没输过，那次我是自己退出的，但在培训基地，我不会再退了。我要在中选跟你一决胜负。好，中选见。今天的考核只有15分钟，内容是速度极限。你们要做1道凉菜、1道热菜、1道汤。凉菜5分钟内上桌，热菜10分钟，汤15分钟。任何一道超时就直接淘汰。今天就做蒜泥白肉、宫爆鸡丁、番茄蛋汤。沈宇用时14分30秒，林雨安14分45秒，吕小慧14分58秒，陈峰和莫敏超时淘汰，还剩3周，剩下的3个将进入中选。沈玉，我今天是掐着秒过的，差2秒就被淘汰了。那你比陈峰多2秒的本事。我爸是小餐馆的厨子，他说过做菜不是天赋，是拿命换来的。吕小慧，中选上我可不会对你放水。我也没指望你放。你们2个怪物，我跟你们比不了天赋，但我有一样你们比不了，那就是我不怕输。沈宇，凌晨4点了，你在练什么？寇三思。寇三思，你已经满分了，还练？姑姑，我今天切丝的时候，右手食指有0.3秒的延迟。我不是在练刀工，而是在练手。0.3秒在中选上可能就是1道菜和另一道菜的距离。所以我在练，每一刀都在缩短这个距离。赵老，中选的评审名单我拟好了。
贺总，中选评审怎么只有3个人？这是什么意思？中选规则改了，中选评审由我推荐。陈静瑶是星辉集团餐饮事业部负责人，江妮娜是全网播放量破2亿的天才女主。至于第3位，她叫孟长，从国外回来不久，52年前是国宴第1点评审。孟长河不是隐退了吗？隐退不代表死，他是陈静瑶的师傅。赵老，你们有3个人进了中选，但裁判都是我。贺总，好棋，但你别忘了，沈宇从来不是在裁判手里赢，他是在灶台上赢。8周前你们6个人走进来，今天只剩3个人：沈宇、林雨安、于小慧。你们3个将代表本届培训基地进入国宴中选。结业礼物，每人1道菜，不是考核，是祝福。这道汤叫3鱼过江，今天我把它送给你们3个，不是因为它好吃，是因为它要3个人一起喝。鱼头、鱼身、鱼尾各取1段，缺一不可。鱼头归吕小慧，鱼身归沈宇，鱼尾归林雨安。沈宇，这是送你的，祝贺你毕业。满天星的花语是什么？甘愿做配角。苏念，这8周里，你每天给我泡蜂蜜水、藏高汤、尝菜，陪我熬夜，你做的比任何主角都多。那你中选赢了，我就换一个花语。换成什么？赢了再告诉你。国宴资格赛中选正式开始。中选共2轮，第1轮是3菜定乾坤，选手需在90分钟内完成3道菜：前菜、主菜、甜品。第2轮是命题挑战，由评审现场命题。60分钟，3道菜，先全部备料。低温慢煮3文鱼作为前菜，红酒桂牛尾作为主菜。甜品就做焦糖布丁配桂花蜜。今天我做凉拌木耳、红烧肉、酒酿圆子。前菜环节，沈宇的赛螃蟹获得280分，林雨安的低温3文鱼获得275分，吕小慧的凉拌木耳获得255分。现在上台展示主菜。虾仁处理得很好，外滑内弹。龙井是明前采摘，茶香轻而不涩，但比平常的多了些火候，倒是别有一番风味。最终排名：沈瑜第1，总分875；林雨安第2，总分860；吕小慧第3，总分775。吕小慧选手，很遗憾，您未能进入第2轮。我输得起，你们2个好好比。第2轮是命题挑战，请孟长河评审出题。第2轮的命题是国宴晚宴，沈宇和林雨安，你们2人需在3小时内各自准备一桌完整的国宴晚宴。国宴晚宴的标准是4凉8热，2道点心，1道汤。请2位选手出列。15道菜，3小时做15道，疯了吧？这是要人命！3个小时倒计时开始。4凉就做熏鱼水晶酵肉、蒜泥白肉凉拌海蜇。8热是清蒸鲈鱼、东坡肉、宫爆虾球、蚝油牛肉、上汤娃娃菜、蟹粉豆腐、干煸四季豆、糖醋里脊，再加2道点心和酸辣汤。4凉拼盘就做4季如意。8热做开水白菜、扣三丝、清汤官燕、龙井虾仁、宫爆鸡丁、蟹粉狮子头、响油鳝糊。2道点心再加1道4海风油。沈宇手出问题了，就剩了后遗症。
慢的0.3秒，现在没有了。林玉安，你的15道菜基本功扎实，但菜与菜之间没有呼应。国宴晚宴不是15道菜单独的叠加，是一桌菜讲一个故事。这道汤是什么？佛跳墙浓缩版。我把28味缩成了12味，加了白果和陈皮。白果取其清香，陈皮取其回甘。30年前，我在国宴上喝过一道佛跳墙，味道和你这道四海升平一模一样。林玉安的国宴晚宴获得810分，他的菜精致完美，但完美不等于动人。他的菜里少了点自己的故事。谢谢孟老，这是我14年来听到的最好的评价。沈宇，国宴晚宴总分是950分，我打了97分，你扣的分是前菜四季如意的刀工上。你要记得，国宴上的前菜要的是国色天香。我打85分，沈宇的晚宴技术没得挑，但6道菜里4道是他爸的配方。国宴中选考的是选手自己的创造力，沈宇靠父辈的配方撑场面，不算真正的赢。我江妮娜作为中选评审，给沈玉打分100分。你们不知道，我自己也创作过菜，但每一次创作都是在沈玉配方的影子下改1、2味调料，因为他的菜完美到我改无可改。沈宇，你今天做的有4道是你爸的，但每一道你都改动过。四海升平更是把28味缩到了12味。你不是靠你爸的配方，你是靠你爸教你的本事，做出了自己的菜。江妮娜终于说真话了，她哭着承认自己偷配方，沈玉太强了。中选结束，国宴资格赛冠军是石卫轩沈玉，他的总分是925分。第2名是林雨安，总分810分。前2名都将获得国宴中选入场券。沈玉是冠军，从大号到大夏第一，石卫轩沈玉封神。申宇，恭喜！贺总，谢谢。但有一件事我想问你，石卫轩厨房破坏案，你知道是谁做的吗？申宇，这种事应该交给警方调查，我会查出来。搞破坏的人，幕后的人一个都跑不掉。申宇，你爸要是在天有灵，一定哭了。老张，他不会哭，他会说下一关是什么。对，你说的对。沈宇，下一关是名厨盛典，今年盛典在港城举行，大夏国宴资格赛冠军和港城厨王比。沈宇，你要去港城吗？你姑姑也在港城。对，他答应过我会在港城等我。爸，港城我替你赢回来。欢迎来到大夏名厨盛典，今晚的对决是大夏国宴资格赛冠军沈宇对港城厨王周天豪。沈宇，听说你是沈仲渊的儿子，我早就想跟他比一场，可惜他走得早。今天就让我看看他儿子有他几成功力。周师傅，我爸没跟你比是他的遗憾，今天我替他补上。本次盛典的规则是3局2胜，第1局比的是海鲜，第2局比烧腊，第3局比甜品。我这道是避风塘炒蟹，我做的是清蒸东星斑。周天豪98，沈玉97。港带烧鹅，金陵烤鸭。沈玉98，周天豪95。第3局比甜品，但评审规则调整，由我和港城食评会主席共同出题，题目是1道甜品，2种文化。
周天豪的杨枝甘露，芒果够甜，西柚够酸，椰汁够香，是经典中的经典。这个桂花是我哥院子里那棵桂花树的香味。沈宇，这道甜品你从哪里学来的？我爸的菜谱最后一页加了一片干桂花，我去他年时候住过的老院子折了一支桂花。第3局，沈玉99分，周天豪96分，恭喜沈玉获胜。沈宇，你比你爸多了一样东西。多了什么？你爸做菜做的是责任，你做菜做的是命。你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爱做菜。3局都输了，网上造谣没拦住他，培训基地没搞掉他，中选评委压不住他，盛典也输了。告诉我还有几招？何总，我们还可以在巡展上做手脚。巡展，没错，国宴冠军需要在全国10大城市巡展，每一站都有媒体采访，现场做菜，时刻互动。如果在巡展之前把石味轩的地契问题捅出去，沈宇一定会崩盘的。石味轩的产权确实有问题，沈仲渊当年是用商业贷款买下来的，银行追索期还没过，如果他儿子拿不出500万，石味轩就会被强制拍卖，而且拍卖会上兴荒集团可以出价拍下石味轩，然后再毁掉它。沈玉，石味轩上了热搜，不是因为你夺冠，是银行发了强制拍卖公告。银行说石味轩500万贷款追缴期未过，如果30天内还不上，石味轩就会被拍卖。拍卖？沈玉赢得盛典才3天，拍卖公告就出来了，这明摆着是贺景川在搞鬼。老张，30天凑够500万，不是天文数字。沈宇，你去哪儿凑500万？巡展，10大城市巡展，可以卖菜、做品鉴会、接代言。赵老说了，盛典冠军的出场费，1场至少50万，10场就有500万。爸，我不会让你的店被卖掉。沈宇先生，关于石味轩被拍卖的消息，你有什么回应吗？石味轩不会卖。那你准备怎么筹到500万？做菜，想知道怎么做，你们可以看着；想知道怎么卖，你们可以等着。大家别急，每份收费98元，限量200份。赵老，护城站品鉴会收入8万，加上代言费50万，一共58万。9站之后可能刚好够500万。但贺景川不会让沈玉顺利走完9站。沈宇，你做的菜很不正宗，我吃过正宗的开水白菜，不是这个做法。对，你这道寇三丝的刀法，还不如我们荣城的大厨。您说开水白菜不地道，请问您吃过的开水白菜是哪位厨师做的？我不记得名字，但我记得味道，反正就是你的不对。开水白菜这道菜历经120年演变，从清宫御膳房的菜带汤，到清末翰林院的汤带菜，再到我爸沈仲渊的汤即是菜，至少经过了3次大改。您吃过的是哪一次改法？赵老，我刚看了，这10个人是同一个票员，应该是贺景川安排的水军。沈宇，我知道你缺钱。这是什么？60万现金，我欠你的12道配方这辈子都还不了，先还这些。江妮娜，你不欠我，配方是我给你的，我没让你还。那石味轩怎么办？你钱不够怎么办？江妮娜，我们的巡展还有3站，会凑够的。万一不够呢？那沈宇还有我有存款，虽然不多，但够垫上剩下的。陈静瑶，我认为我们要把拍卖会提前，不要等30天，15天后就开拍。贺总，如果沈宇在15天内凑齐了500万呢？他凑不齐，
长安站、金陵站、临安站3站加起来顶多300万。第15天就是拍卖会，我要在拍卖会上亲手把石卫轩买下来，然后把它改成一个停车场。石卫轩酒楼起拍价300万，每次加价10万，请出价。350万。400万，450万，500万，550万，顾长廷，你疯了吗？你拿得出550万？石卫轩值得我花钱。沈宇，30年前你爸赢我的那道菜叫龟，30年后你赢得我认可的那道菜也叫龟。他欠我的一个答案，你补上了。这是550万，以后石卫轩就是你的了。当然了，这笔钱不是借，是学费，是你教一道30年前我没学会的菜的学费。那菜叫认输。沈宇，石卫轩的事儿确实是我做的，但我今天来不是道歉，是签停战协议。星辉撤诉放弃石卫轩，不再干涉你的一切赛事，条件是你不再公开追究破坏案。贺总，停战，你砸了我的厨房，毁了我的灶台，差点买了石卫轩，然后用一张纸就想收手。沈宇，你没有证据，搞破坏的人你也抓不到，水军的黑料早就找不着源头了，归根见底，你拿我没办法。贺总，这就是证据。这段监控在3个月前就调好了，我每天等你来，今天你终于来了。你想怎么解决？我可以花钱买断视频，要钱多没意思。我要你被撤职。贺景川被撤职了，监控录像这招太绝了。沈宇等了3个月，太能忍了。蜂蜜水，2杯，1杯给你，1杯给我。苏念，你哭过？没有，眼睛进砖头了。13票赞成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我宣布，即日起终止星辉集团国宴赞助资格。沈宇，因为你，我们才能发现肃清竞赛中的毒瘤。此外，我宣布，本届大夏国宴冠军将代表大夏出席国际名厨峰会。沈宇，你做到的不只是赢了比赛，你清洗了整个餐饮竞赛的黑幕。从今以后，所有的厨师比赛都会有更透明的规则。沈宇，可以让我回来打荷吗？不是厨师，是打荷。江妮娜，你不是打荷的料，你是厨师，虽然走错了路，也还是厨师。这杯敬石卫轩，敬所有人。你们让一个打荷的变成了大厨。沈宇，你还记得吗？半年前，你就是在这里跟我说你会赢。记得，那时候我还没资格握刀。现在你赢了所有人，石卫轩也保住了，贺景川他们再也威胁不了你了。苏念，盛典上你说赢了就告诉我满天星的花语换成什么？
换成我甘愿做你的底色。你不是底色，你是我的第一道菜。一个厨师的第一道菜决定了未来。我的第一道菜是你泡的蜂蜜水。就是这棵树，你爸走之前摘了一枝桂花，夹在菜谱里。他跟我说种园，如果我以后不回来了，让沈宇来这里看看。这棵桂花树是他出生的那年我亲手种的。姑姑，我爸说这道菜叫龟。我现在明白了，不是回到石卫轩，是回到这棵桂花树下，回到他开始的地方。这是你出生时他为你写的。他说等沈宇长大了，让他知道，我走遍了整个大夏，不是为了国宴，是为了把这些味道带回这棵桂花树下。原来我爸用的不是锅，是加热到300度的铁板。决赛的题目是用一道菜代表你的国家。沈宇，这道菜的名字叫归。对，归在大夏是回家的意思。这是我父亲教我的第一道菜，也是他教我的最后一道菜。我吃过72个国家的冠军菜，只有你这一道让我想起我妈妈的厨房。他用的也是铁板，也是这个温度。谢谢你。本届国际名厨峰会冠军是来自大夏的厨师沈宇。我父亲沈仲渊是一个普通的厨师，他做过的最骄傲的事儿不是成为国宴大厨，而是把一棵桂花树栽在老家院子里。然后在这棵树下教会了他的儿子做一碗蛋炒饭。这棵树今年开了第一朵花，我把那朵花带来了。沈宇冠军，大夏第一！沈宇，你都赢了全世界了，还要切菜？苏念，我削土豆不是为了站在领奖台上，是为了站在灶台前。那就一起，你做菜，我传菜；你削土豆，我泡蜂蜜水。服务员，我看了沈主厨的每一场比赛，从资格赛到峰会，一场没落。他一回来，我就想来吃一碗蛋炒饭。您稍等，沈主厨马上给您做。这是沈主厨为您做的餐，请慢用。这个味道跟我妈做的一模一样，她用的是铁锅，你是铁板，但那个蛋香就是这个蛋香。50年没吃到了，味道不在食谱里，在火候里。所以每一碗蛋炒饭火候都不一样。今天这一碗的火候是你妈妈的火候。苏念，你跟我来。苏念，你看，这是我为我们种下的桂花树。这棵树会开花吗？会。等到10年后，满院都是桂花。那10年后，你陪我看。好，我陪你看。今天我们授予沈玉国宴传承人称号，这是40年来的第一次，上一次是授给沈仲渊先生。我父亲沈仲渊花了40年走遍大夏，学了7道菜。他说这7道菜不是用来比赛的，是用来记住各地的味道。虽然现在他不在了，但我还在。我会继续走他没走完的路。
你在写什么？给我爸的信，告诉他他的店保住了，他的菜我也学会了。神宇，外面来了2个人，说是港城过来的，带来了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组委会和港城食评会联合发起沈仲渊纪念基金，以沈宇的名字命名传承奖，奖池2000万。爸，你的名字还在。烤包子羊肉膻味没去干净，但你用了孜然和洋葱去盖膻味，很有想法。我师傅是我爸，他说过最好的厨师不在大厨房里，在菜市场里。接着做，你会成功的。这5个学徒怎么样？基本功还可以，但总是控制不好火候。难怪今天他们一起做一道菜。这菜叫四海升平，每人负责一部分，这样就能让他们自己比起来。沈宇，你变了。变了什么？你以前是守着灶台的人，现在你是守着后厨的人。沈玉，这朵桂花是哪儿来的？我爸菜谱里夹的那片干桂花被我种在了石维轩的院子里，这朵是今年开的第1朵。沈宇，你爸如果看到今天，他会说沈宇，桂花开了，该炒饭了。沈宇，你有没有想过以后？以后？对，以后，石卫轩的以后，你的以后，我们的以后。苏念，我爸的菜谱最后一页是空白的，我想这一页留给我自己写。沈宇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这道菜叫念，我写了3个月，主料是你最爱吃的桂花。配料是我第一次给你泡蜂蜜水时用的枣蜜肠，做法是把桂花和蜜一起蒸，蒸到桂花化了，蜜里就有了桂花的魂。沈玉，你这是在求婚还是在出菜谱？尝尝。龟要加辣。知道了。苏念，你说我算不算把7道菜变成了70道？不止70道，你忘了你爸的7道菜里每一道都有7种变化，7、7、49，加上你的菜，早就超过70了。这道蛋炒饭我做了700遍，但每一遍的味道都不一样，因为每一次我都在想不同的人。第1遍想我爸，第2遍想石卫轩，第3遍想你。那今天这一遍想的是谁？想的是明天的蛋炒饭。我爸说，一个厨师的一生就是一道菜，从生火到出锅，火候最重要。火太猛会糊，火候小不香。我用了70集，终于找到了我的火候。